大家好，我是俊谷，我现在是来到山西太原。今天呢，我要去逛一逛晋祠。晋祠啊，是山西太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啊。如果说你来到太原没有去晋祠，就有点像你去了北京，但是呢没有到故宫一样。这里是晋祠的停车场，小轿车啊停一天10块钱，大门呢还在那一边呢。晋祠这个名字听起来啊，就像是一个祠堂，但其实啊，它不单单是一个祠堂，这里面呢有很多建筑啊，有圣母殿、唐叔虞祠、南老泉、周柏、关帝庙、文昌宫等等。这里面的这些建筑啊，有坐西朝东的，也有坐北朝南的，也有坐南朝北的。它不规则啊，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园林。这就是景区的大门啊，这边有一个乐天亭，另外一边呢是太白亭。这地上啊还有一堆堆的积雪，还没有清理完成。来到太原这边呢，感觉天气没有那么冷了。现在白天的气温呢是零下6度。桥下面的这个湖啊，现在已经是变成冰面了。不知道这上面呢可不可以滑冰呢？估计这个冰块呢是不够厚。晋祠胜晋。晋祠里面有这么多建筑，我们应该怎么来游玩呢？我们要抓住重点呢。晋祠里面呢是有三宝、三绝和三匾，我们逐个来看。晋祠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啊。如果说进来之后呢，仅仅是看这些建筑的话呢，那就相当于啊是走马观花了。所以呢，必须啊要有一个人跟你讲。我们来梳理一下晋祠里面所涉及到的人物关系啊。这个晋祠啊，指的就是唐叔虞祠，所以唐叔虞才是晋祠真正的主人公。那么唐叔虞又是谁呢？唐叔虞啊，又叫姬虞。说到姬姓啊，那可是周王朝的国姓。没错，这位姬虞啊，正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啊，还有一个哥哥周成王。既然晋祠指的就是唐叔虞祠，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建筑。唐叔虞祠好像并不在中轴线上，这里最大最中心的建筑啊，就是圣母殿。如果说唐叔虞啊是晋祠的主人公，那他的祠堂啊就应该在中轴线上。那么这座圣母殿里面供奉的又是谁呢？他怎么可以喧宾夺主，把唐叔虞祠推在一边呢？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展开一个很大的话题来讲啊。我们暂且把圣母殿里的人啊叫做圣母。这里有一个唐国的牌匾啊，其实唐国呢就是晋国的前身。过了唐国这个大门之后呢，这里有一块照壁，上面呢是福禄寿3个雕塑。在进入主体建筑之前呢，还要经过很多建筑啊。你看这里呢是唐宋遗风，后面还有很大的雕塑。这里还有一个雪人呢。这里还有一个晋祠的大门，从这里开始呢就需要门票了。这里的门票呢是80块钱呢，不便宜啊。这个晋祠啊，其实也是跟一些寺庙一样，平时呢中间的大门啊是不开的，像我们游客走呢都是走侧边的门啊，只有大人物来了才会开中间的大门。这一座建筑啊叫做水镜台，它就在晋祠的入口处啊，是一座坐东朝西的古戏台。刚刚我有提到晋祠里面呢是有3大名匾，那么其中水镜台呢就是3大名匾之一了。水镜呢是取自《汉书》里的名句“清水明镜，不可以行逃”，意思啊就是人世间的善恶中间，尽人皆知。一个人做了坏事，总会有人知道。这块牌匾呢是清乾隆时期的一名书法家，叫做杨二友的人所提的。现在这座水镜台啊，入口处也是被围起来了啊，所以啊，我们只能在下面来参观了。过了水镜台，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前走。这里是一座石拱桥，然后呢，这里啊有一个平台啊，上面呢是有4个金人，是铁铸的。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呢，就是一块牌坊啊。你看这上方呢是写着“对月”2个字。那么这块牌匾呢，也是晋祠的3大名匾之一。对月2个字啊，是出自《诗经》中“对月在天，郡奔走在庙”。对啊是报答的意思，月呢为赞扬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要报答宣扬祖先的高赏功德。对月这块牌匾呢，相传是由太原县的举人书法家高应元所书。
在这个对月牌坊的两边呢，也有钟楼和鼓楼。那么第3块匾呢，就是南老泉的牌匾了。这是出自《诗经》中的永熙南老。这个熙啊，其实是通刺。南老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字面意义，意味着生生不息，青春永驻。这块匾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文化名人傅山题的。南老，这是晋祠的第1名匾呢。看完了晋祠3匾呢，现在我们来看看晋祠3宝，分别是献殿、鱼沼飞梁，还有圣母殿，都是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啊。这一座就是献殿了。献殿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张巨大的供桌啊，比如说祭祀的时候呢，就可以将猪牛羊啊全部摆在里面。这是金代的建筑，看看这上方粗壮的梁架斗拱。过了献殿之后呢，这边呢就是鱼沼飞梁。鱼沼飞梁是晋祠3宝的第2宝啊。我们上来看一下，你看在这个旁边呢，还有一棵非常古老的柏树啊。这里呢有鱼沼2个字。那么飞梁呢，指的自然就是这上面的十字桥了。十字桥啊，也有四通八达的意思啊。大家知道吗？这座鱼沼飞梁十字桥啊，竟然还是咱们中国的第1座立交桥。这个鱼沼呢，同时啊也是一个泉口啊，就叫做鱼沼泉。进水啊有3个源泉，其中一个源泉呢就是这个，还有旁边的南老泉。在这一边呢还有一个善利泉啊。过了鱼沼飞梁啊，后面呢就是圣母殿了，也是整个晋祠当中啊最主体的一座建筑。但是其实在宋代以前呢，这一座唐书鱼祠啊才是晋祠的主殿。但是后来呢，在宋代的时候啊，这座唐书鱼祠呢就被挪到了边上。你看现在唐书鱼祠呢，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游客进去看，大家都是集中在圣母殿这里。这里的晋祠3宝啊，同时也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然最重要的呢，肯定是这一座圣母殿了。你看前方的这8根盘龙柱子啊，是不是非常的威严呢？这些啊都是宋代的遗物，是属于古建筑当中的孤品了。进入到圣母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晋祠3绝之一了，就是眼前的这些仕女塑像。这些塑像啊很写实，就连高度啊也是跟真人差不多。那坐在中间的这位啊就是圣母了。大家有见过就连前廊啊都是进深2间的建筑吗？这相当于啊中间是有4根柱子是被抽掉了，所以相当于啊在前廊这里呢是空出了很大一片空间，可以供很多人啊同时在这里祭奠。现在我们围绕着圣母殿呢走一圈啊，从左到右，看看这些木头柱子啊，这些都是宋代的木头，这表面上啊还有漆。不过有些呢都已经脱落下来了。这旁边呢相当于是一条碑廊了。哇，这后山有很多积雪啊。这是圣母殿的后面，这里是有一个圆形的窗，但是里面呢好像是被砖头啊给封起来了。圣母殿的左边呢也是摆放着很多石碑。你看这一边呢有2棵柏树，其中一棵柏树啊是倒下了，刚好呢是倒在另一棵柏树的树杈上啊。那么这一棵倒下的柏树啊，也是晋祠3绝之一，周柏。
由于它是卧倒了嘛，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卧龙柏。过来另外一边看一下啊，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出这棵柏树啊的树干有多大。它是在西周时期啊种下的一棵树，到现在啊它的树龄呢已经有3000多年了。你敢想象吗？比秦始皇还要老1000岁。在圣母殿的前方啊还有一些槐树，这些槐树呢是在唐朝的时候种下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周柏唐槐了。晋祠三绝啊还有一个就是南老泉了，就是前面这个凉亭。晋水之源呢有3个泉眼，其中一个呢是鱼沼泉，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单立泉，在那一边哦。但是呢单立泉和鱼沼泉呢的泉水呢都是时断时续，只有南老泉呢才是持续不断的。刚刚呢我们在那边呢也看过它的牌匾了，据说南老泉呢即使是在冬天呢它的水温呢也是保持17度，而且呢冬天呢不会结冰。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气温呢是零下6度，你看地上呢还有一些积雪呢，看看这个泉水呢到底结不结冰。晋阳第1泉南老泉真的不结冰哦，你看在左边呢是有一个孔，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泉水啊是从地里涌出来，然后呢经过这个孔啊流到了这一边。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啊，果然是不结冰啊。刚刚我们在外面呢看到那个湖水呢都是结冰了，但是这里的泉水呢确实没有结冰了。在这个真趣亭的下方呢是有一个入口啊，是一条阶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接触一下这个泉水。看到没有？这些从地底下涌出来的泉水啊还是带有温度的，所以说遇到上面的冷空气呢是冒出了一些水蒸气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出水口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中流砥柱，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和尚站在水里。你看上方呢是有一个龙头，如果说上方的龙头有滴水的话呢，就会直接滴到和尚的头部。现在和尚的头部呢是有很多冰块。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山西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在古代啊有一次发生大旱，然后南老泉的北边呢有一个村子，南边呢也有一个村子，两个村子的人啊就经常因为抢水啊而发生武斗这些伤人事件。其实在古代啊因为抢水事件而两个村子的人啊打起来的这样的事件呢是很多的。一般来说当地的官员呢都会采取按照人头来分水的办法来去处理这个问题。比方说你这个村子呢是有700个人，他就分你7分水，而另外一个村子呢有300个人，就分你3分水。而这里的官员呢就非常坏了，可以说简直坏透了。他就支起了一口油锅，在油锅里啊放了10个铜钱，然后跟2个村的村民说啊，你们能从这个油锅里拿起几个铜钱，就分你几分水。然后北边这个村子啊就出来一个非常勇敢的村民啊，他从油锅里啊拿出了7个铜钱。所以你看这下面呢一边呢是有7个孔，那这7个孔的水啊就分到北边去了。然后在左边呢是有3个孔，这3个孔呢就是分到南边的村子。然后中间呢还有一道直角的堤坝，就是阻止分出来的水啊又汇集到一起。后来北边这位勇敢的村民啊因为受伤过重就死掉了，人们呢为了纪念他就把它埋在中流砥柱那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位官员呢真的是太坏了，竟然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这边还有一只猫在这里喝水。我们走过圣母殿到唐书鱼池来看看啊，这一间呢就是唐书鱼池了，在北宋年间呢被挪到了这一边。很多朋友看过《封神榜》，讲的是武王伐纣的故事，就是姜子牙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武王灭了商朝2年以后啊，他就去世了。之后唐叔虞的哥哥就继承了王位，叫做周成王。
然后周成王把山西这块地方赐给了他弟弟唐叔虞。山西这块地方以前叫做唐国，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过是周成王灭了唐国之后呢，把这块地方赐给了他弟弟，所以他弟弟才叫做唐叔虞。为什么后来又叫做晋呢？那是因为唐叔虞去世了之后他的儿子重耳带着族人改了名字。因为山西这个地方是晋水之源，所以他儿子呢就把国名改为晋，然后追认他的爸爸唐叔虞为晋王，所以唐叔虞呢就是第1代晋王。山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做晋。周成王和唐叔虞都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物了，也就是说这个晋祠概含了3000年前的历史。不夸张的说一个晋祠半部山西史。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周成王和他弟弟之间有一个简同封地的成语故事。简同封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只有13岁嘛，还是一个孩子。那他的弟弟呢年龄就更小了。有一天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在院子里面玩，然后周成王就随手从地上捡了一片梧桐叶，然后将叶子剪成了玉圭的形状，就赠给他弟弟。他说我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吧。这其实是他说的一句玩笑话，两个小孩子玩嘛。但是别人就说了，你作为君王，你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君无戏言你说了这句话就要分封你的弟弟。后来他们打下唐国这块地方就兑现诺言，把这块地呢分给了他弟弟唐叔虞。这个就是简同封地的故事了。看完晋祠的三匾、三宝和三绝之后我们再回来说说圣母这个话题。太原晋祠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它原为唐叔虞祠。然而在1000年之后圣母殿却成了这座园林的主殿，而原主人唐叔虞祠却被挪到了一边。更加奇怪的是，圣母本应该是唐叔虞的母亲，但这位周武王的妻子身边侍奉的却是宋代的宫女和太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圣母殿是晋祠内最古老的建筑，它建于宋仁宗天圣年间，属于古建筑当中的精品。这座大殿是重檐歇山顶建筑，坐西朝东，高19米，面阔7间，进深6间。圣母殿内有43尊彩绘塑像，这其中有41尊是北宋塑像。这些女官和太监，每尊塑像的神态各有不同，有看起来天真清秀的，有的面容幽怨，有的身姿绰然，有的身段丰满。他们不但和真人一样有着鲜明的个性，就连高度也完全按照真人的比例，可以说是北宋宫廷真实场景的再现。那这位圣母到底是什么人呢？从姬瑜的儿子开始，唐国就改名叫晋国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晋国的开国之君就修建了这座唐叔虞祠，也就是晋祠的前身。所以这位圣母就被广泛的认为是唐叔虞的母亲，也就是周武王的王后易姜。易姜大家不一定了解但是他的爸爸可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大家可能会觉得姜子牙不就是《封神榜》里面的神话人物吗？其实很多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就像《西游记》的唐僧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太后临朝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这位易姜很可能是最早的一位。当年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时只有13岁，易姜也是不得已走到了台前执掌朝政。后来周成王也早逝，康王继位，易姜又帮助孙子来管理国家，就连出兵打仗也是易姜带着儿孙调兵遣将，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子了。那么以易姜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唐叔虞祠的圣母也是说得过去的。何况还有一位历史学家郭老师的那句话，圣母原来是易姜作为结论，那么这位圣母是谁就基本上盖棺定论了。不过毕竟没有任何文字能直接证明圣母就是易姜，如果真的是易姜的话，那为什么服侍在他周围的都是宋代官人呢？于是就有人说，这位圣母不是易姜，她应该是刘娥。那么刘娥又是谁呢？是宋真宗的最后一任皇后，宋仁宗的养母，也是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人。真宗去世之后，仁宗年纪还小，刘太后把持朝政直到去世，后世称她有吕后之才，无吕后之恶。在天圣2年，刘娥竟然身穿帝王龙袍参加册封大典，结果就有大臣上书请太后仿效武则天称帝。这么一看，这位刘娥自称圣母，把自己放在这大殿之中，供后人朝拜，是不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呢？其实晋祠并不是修建于宋代，在北魏郦道元的水晶注中就有记载。唐朝时，唐太宗也曾经为晋祠亲笔书写了《晋祠之民病序》。
唐末战乱，晋祠开始衰败残破。到了宋太平兴国4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命人重修晋祠，修了5年。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唐书虞祠仍然是晋祠的主殿，圣母殿还不存在。到了宋真宗时，一场地震造成了山体滑坡，唐书虞祠再次被毁。于是，在公元1011年，宋真宗下令重建，但这一次重建呢，就把唐书虞祠换了一个地方，把它挪到边上去了。而在原来唐书虞祠的地方啊，就建了这一座女郎祠。到了宋神宗时，女郎祠被挂上了显灵招祭圣母的牌匾，成了圣母殿。晋祠整体的格局啊，也改成了东西朝向。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在晋祠内原来主殿的位置空出一个位置来呢？是为了刘娥吗？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宋真宗当时要立刘娥为皇后，大臣们不同意，认为刘娥的出身卑微，不能母仪天下。要知道，宋代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时候的皇帝啊，可不敢说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不要干预，谁干预我就砍谁这样的话。所以宋真宗在这个时候重修晋祠啊，其实是在给刘娥造势。可是这两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关系。虽然说刘娥的出生地是在四川，但是祖籍是在太原，所以在刘娥的祖地大搞工程，也是在抬高她的地位。所以在这个阶段，在晋祠中多了一个女郎祠出来，是不是颇有深意呢？那么女郎祠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根据晋祠志的记载，在公元1023年至1032年间，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反正是在天圣年间建的，正好是宋真宗驾崩、刘娥临朝的年代。也就是说，这座女郎祠啊，其实就是刘娥亲自主持修建的。你说他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义江修建这座女郎祠呢？很显然是为了自己嘛，因为在这之前晋祠内并没有义江的祠堂，他也没有必要为义江建祠。那么也就是说，刘娥给自己修了一座祠堂，把自己塑在殿中，还弄了一群宫女太监伺候自己，永世安享太平吗？不是，其实圣母殿的座椅后面呢有题记，记录了这些殿塑的年代是元佑2年，也就是公元1087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50多年了，那又怎么证明后人塑像塑的就是刘娥呢？他们就不能塑别人吗？其实很简单，圣母2个字就说明了一切。圣母殿是建于天圣年间，天圣是宋仁宗的年号，宋仁宗的养母就是刘娥，所以才叫圣母。就在这一年呢，宋人又在围廊加修了8条盘龙。12年后，当地人呢又铸造了铁将军4尊，用以保护圣母。也就是献殿外金人台上的4个铁人，以前呢是在圣母殿外的。你说巧不巧？其中一个铁人的文名上啊，还有长修祖业的文字。祖业谁家的祖业呢？当然是刘家的祖业。这个献上铁将军的人啊，叫刘植。你看，圣母殿就是人家刘家的产业啊，所以宋代之后，圣母殿就逐渐成为晋祠的主殿。原来的主人唐书虞反而被喧宾夺主了。考虑到圣母啊，如果是宋后刘娥而不是义江，那简直就是寄人篱下了。在这个景区里面呢，有很多讲解员，当然这个是要另外付费的。他们一般会直接告诉你，这个圣母呢就是唐书虞的母亲义江，他们不会告诉你另外一个版本，因为说多了还要给你分析，给你解释。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在别人家祠堂的位置修建自己的祠堂，然后把别人的祠堂挪到一边，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纵观历史长河，类似的事件也不少。比方说明孝宗弘治2年，襄阳王朱见曙看中了诸葛亮草庐那块地方，结果啊就把武侯祠给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修建自己的陵墓。其实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啊，要远比你我想象中的荒唐得多。